看懂缩量三阴，买在洗盘结束点。你现在的交易能够做到盈利吗？为什么散户经常做交易，却经常出现亏损？归根结底有2个原因：第一，找不到关键的交易点，随便追涨，随便杀跌，所以亏损；第二，根本没有把握关键的行情节点，不懂得高概率获利的买点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量学小课堂的第2节缩量三阴即将开始。上一次呢，我们讲了散户割肉，那我相信大家有所收获。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还没有听过阿哲讲技术的朋友，那么可以点赞并订阅频道，可以看一下之前讲过的散户割肉。那么今天我们讲多一个技巧，叫缩量三阴，如何找到市场的洗盘结束点，市场的关键交易高概率买点。好，那么我们来到有关于缩量三阴的使用背景，每一个技巧，每一个方法不是拿到手立马就可以用，你要知道它的使用背景。缩量三阴可以用在什么样的行情之下？以下的图谱为市场的主力行为运作图谱。往往市场呢分为以下几个周期：下跌、筑底、洗盘、出升、清洗、浮筹，以及最后的主升和我们所说的拉升段也就是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以下周期、以下时期当中呢，缩量三阴往往用在洗盘期的末期和清洗浮筹期的末期。好，那么我们简单做个了解。现在缩量三阴的模型图谱，大家来做一个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图谱其实很简单，缩量三阴我们使用的背景是在洗盘末期以及清洗浮筹的末期。那么这2个时期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洗盘下跌往往产生之后和他们的结束时期不会打破前期的低点，也就是说价格处于上涨回调当中，而下跌的低点一般不会低于前期的低点。好，所以上涨回调不创新低，这为使用的背景。而缩量三阴它的表现就在于市场当中见顶之后，或者见到小顶之后开始下跌，而这个下跌是连续性的下跌，连续性的收阴线，连续性的缩量，而这个动作要保持至少3天或3天以上都没有问题，但最少要有3天的阴线，3天的缩量。好，那么出现连续3天的阴线，3天缩量就可以去买进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前提条件，最基本最初始的条件，我们还需要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这3根阴线它最少要有2天是下跌的就是允许呢有假阴线的存在，但不能都是假阴线它至少呢要有2根是下跌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还画了2根阳线，什么意思呢？连续3天下跌代表什么？代表市场处于空头占优的市场。那么这种时候肯定不能随便买你要有一个明确多头转势的一个动作，这一个叫做止跌信号。第一根阳线在缩量三阴之后立马出现，这叫止跌阳线。止跌阳线出现代表着行情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希望。当然这一天能够做买点吗？不行，大家注意，止跌不代表就能涨，止跌它有可能会震荡，有可能会继续下跌。那么我们怎么确定止跌之后价格能够看涨呢？我们需要把止跌阳线的最高点作为关键的交易点。注意了，我们说找到行情的关键节点，那么缩量三阴后的止跌阳线就是关键点，它的最高价只要后续3天内短期能够被有效的实体突破，我们认为这根突破 K 线作为我们的起涨点买点。好，那么模型讲完，大家简单做一个笔记，也可以截图保存。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案例。大家看到图中，你现在找一找市场中的关键点在哪里？如果在今天听课之前，你可能会说阿哲我看不懂我感觉这个每一根阳线我都想买，每一根阴线我都不敢买，
那么市场的关键点怎么找呢？我们现在可以找一下哪里有缩量，连续性的下跌，连续性的缩量。很明显，这一个图谱当中，这一段行情当中，就只有这3根 K 线，其他地方并没有关键的点位。好，那么它是不是处于上涨回调当中呢？很明显是的，价格也没有创新低，出现缩量上阴。好，我们看到成交量连续性的缩量，价格连续性的下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发生在上涨途中，说明洗盘开始。对于看不懂的人呢，可能他会卖出手中股票，觉得行情结束。但是如果你看懂了，它将会是我们再次上车的机会。而我们发现，在缩量上阴之后，出现一根阳线，这个阳线我们叫止跌阳线。好，这根阳线它只要是，我们说的绿色的，它是一根阳线就 OK 了，它不一定说一定要是上涨。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一根假阳线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颜色一定得要是阳线。好，这根 K 线它的关键点就出现了，最高价就是本轮洗盘的关键点，而价格出现突破，那么这一根阳线就是我们所说的可以去做交易，它是高概率、高胜算的买点。这一天我们要做交易。好，之前你可以都放弃，但是这一天必须要做交易。那肯定有同学会问阿哲，这个买点还不错，但是我能不能在第一根阳线的时候就买进了，一止跌就买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那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们先把条件梳理一下，这个上阴后的止跌突破是最为标准的。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其他的行情，比如说这张图谱当中呢有2次的3阴缩量。但你会发现，不对呀，为什么前面这一次的3阴缩量后，价格后续是看涨，后面这一个3阴缩量之后，价格却并没有上涨，而是下跌，震荡下跌啊。当然了，中间这里呢还有一次3阴缩量没有做个标记啊，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够及时的发现。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出现3根阴线下跌啊，同时呢量能上缩。价上跌，量上缩比较标准这里呢有一个相对更加严格的要求，就是如果呢你是一位非常非常求稳的投资者，那么你说阿哲有没有更加标准的？其实这里呢有一个更加标准的，就是第3根阴线第3根阴线，它除了是下跌的 K 线之外阴线之外，它同时它的实体如果能比昨天的实体要短，那么更能够体现出价格下跌见到底部的这种特征当然这是作为一个额外的条件。好，价上跌量上缩，止跌阳线突破，我们说这是短线的交易机会。好，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什么价上跌？你看一下是不是价格连续出现了下跌，3天都是下跌的。量能呢也是出现了连续3天的缩量，是不是有一根止跌的 K 线，而后突破？你会发现刚好2个低点都在3阴缩量之后产生我们买进之后最好呢把当天的一个突破 K 线呢作为防守把买入的 K 线的最低价作为防守。那你会发现后线都没跌破，没跌破我们就持股。这叫做市场的关键点不跌破，那么就不构成卖出的一个条件。好，那么后续的这3根 K 线为什么它就不能够出现上涨？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把条件看清楚把条件看清楚。我们再来看到这里，市场虽然出现了3根阴线，但你会发现里面有2根甚至说3根都是假阴线3根都是上涨的量能它唯独满足的就是量能的上缩，后面有止跌阳线吗？也没有所以它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完全就是错误的，这个要看清楚。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个案例。好，看到这里这一个图谱当中，你会发现只有2个3阴缩量3阴缩量呢不是很常见，
但是出现之后呢，就代表市场的关键点被你捕捉到了，它代表了市场的一个穴位啊，抓住关键，抓住上涨。这2次的三阴缩量，我们看到第一次出现啊，3根阴线都是下跌的，3根阴线的量能都是缩量的，最后一天它的 K 线实体是比昨天要短的，这是好的，说明这3根阴线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但为什么后面不上涨呢？关键在于这一根止跌的阳线，止跌阳线出现了，模型异常的标准，但是你会发现它不构成买入的信号，市场在关键点位处并没有选择向上，而是继续向下，那么就千万不要着急的去买进啊！不要说一看到阳线就买进，可以吗？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啊！如果你说阿哲我真的手痒，不小心买进了，那么一旦跌破，立马要止损，千万不要扛着啊，越扛越长啊，越扛越长。好，把条件记清楚了，看到这里，价格处于上涨中的回调。如果你是学过空间的回调测算的啊，最好呢可以再加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回调的幅度啊，如果前期上涨一定的高度，那么这回调最好不要跌到0.618左右啊，那样就太弱了啊，最好呢在一半附近会好一点。好，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盘整啊？这里出现了连续的3根阴线，然后连续的3根阴线的缩量。这里面呢有一根，就是最后一根是一根假阴线啊，前面2根呢是正常的下跌，然后出现假阴，最好是3天都是下跌会更好啊。宽松点的条件就是其中呢有一根是假阳线啊，我们说也可以接受啊，假阴线也可以接受。好，这里是不是一根止跌的 K 线？然后是买点吗？不是买点，价格只有突破才作为关键点位，突破之后做交易，这叫把握市场关键。而买进当天的最低价作为防守，你会发现市场一路上涨，根本就不回调啊，哪怕后续回撤，你会发现基本也不会碰到你的止损，这就是一个把握市场关键。它不一定能够让你大富大贵，但至少让你做交易的时候有些许盈利，不会太难受。至少能够看到市场上涨的起点。好，这是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量学小课堂的第2讲，缩量三阴。每一个量学小课堂的技巧，就是市场的一个一个关键节点、关键点位、关键的穴位，学会一个，你就掌握一个高胜算的交易点，有可能是买点，有可能是卖点。那么截至目前的2节。散户割肉和缩量三阴讲的都是有关的下跌中怎么去买进个股的方法。大家如果呢是第一次收听的，可以重复观看，多听几遍，包括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散户割肉的交易买点。好了，那么学再多不如用一用，大家呢学完之后也记得经常性的去进行交易和实战。那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提问，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和回复。如果还没有点赞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的，可以点赞订阅，以后多来频道逛逛，多来学一学更加有用的技术分析技巧。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下期再见，拜拜。